林老板，这几个池子的水质指标都已经达标，第一批海参苗可以投了。好，大壮，把苗箱推过来。小东西们，好好长大啊！长大了就是钱。林爷，等咱们的渔场走上正轨，你爹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感到高兴。到了那时候，咱们就结婚。县里批下来的养殖许可证和环保评估报告都办妥了，后续还有几家酒店想签供货协议，我把你的联系方式给过去了。莫姐，你帮了我太多忙了。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你养出来的海参品质好了，我听海楼的招牌就更硬。那是海龙渔业的船，船老大裘海龙。他就是那个霸占外海渔场，逼得周边渔民不敢出远海的人。对，裘海龙在这一带横行霸道10几年了，他手下10几条船，上百号人，垄断了外海好几个捕捞区。谁敢跟他抢，他就让谁的船出不了海。有点意思。这个人来者不善。还在想那个裘海龙？他今天来我们村码头，不像是路过那么简单。我让人打听了一下，他最近一直在周边海域找一种叫金鳞龙鱼的深海鱼苗。金鳞龙鱼？那是什么鱼？一种深海鱼，成鱼体长能到3米多，肉质极其鲜美，鳞片是金红色的，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都很高。关键是，这种鱼的育苗技术目前还没人突破，谁能拿到活体种鱼，谁就能在人工养殖这个领域抢占先机。裘海龙也在找这种鱼。他要是拿到了金鳞鱼的种鱼，凭他的财力和人脉，很快就会垄断整个市场。到时候我们刚建起来的渔场，连口汤都喝不上。那我们也去找，看谁动作更快。你倒是有股子不怕事的劲儿。跟你学的。林爷，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大黄，主人叫我干啥？是不是有肉骨头？大黄，帮我办件事儿。那个裘海龙今天白天来过咱们村码头，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跟什么人见面。就是那个戴墨镜、抽雪茄，一看就不是好人的家伙。对，你替我盯住他，小心点儿，别让他发现你。主人，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小心行事，注意安全，别靠太近。主人，等我好消息。办妥了，人马上出来。林首富、林首贵，你是裘老板？是我。听说你们的侄子林野最近风头很足嘛？对了，你们跟他有仇？他害我们蹲了耗子，毁了我们的名声，霸着我大哥的房子和船，你说呢？那就对了，上车吧，我有笔买卖要跟你们谈。裘老板，您为什么要帮我们？因为我也看那小子不顺眼，挡我的财路，就得付出代价。你们在耗子里蹲了这些日子，该想明白了吧？林野那小子，现在是你们全家最大的仇人。他害得我们名声扫地，钱也没了。志强、志刚在村里抬不起头，这笔账我记一辈子。裘老板，你直说吧，你要我们干什么？我最近在找一种鱼，叫金鳞龙鱼。这种鱼，谁先找到种鱼，谁就掌握了未来10年养殖市场的命脉。林野那小子也在找。你想让我们先找到？不需要你们去找，你们跟我混，阻止林野那小子找到金鳞龙鱼，必要的时候彻底解决他。彻底解决他？没错。
好，裘老板，我们听你的，跟你混，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这帮坏种，他们想害死主人。主人，等我！我把他们的计划全听来了，我得告诉主人，我得跑，快跑！主人，我找到了那个裘海龙，他住在镇子南头一栋3层小楼里，院子里养着2条大狼狗。但是主人，你放心，他们没发现我。你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你2叔和3叔了，他们就坐在裘海龙家里。他们提到了什么金鳞龙鱼，还说要彻底解决你。裘海龙在这一片手眼通天，动用关系把林首富、林守贵弄出来不难，只是没想到，为了阻止我找到金鳞龙鱼，居然不惜灭我的口。主人，你得小心了，必须防着那些坏人。好，辛苦你了，大黄，回去给你炖肉骨头。谢谢主人。金鳞龙鱼彻底解决了，好，很好。裘海龙、林首富、林守贵，看来我要跟你们好好玩玩了。这次出海估计要3天以上。你说的那片海坑，咱们真要潜那么深？你和大壮在船上配合收放缆绳，我潜水下去就行。据说那片海域有金鳞龙鱼的踪迹，我得亲眼看看。野哥，你放心，我跟白灵姐在上面配合你。侄子，准备出海啊？侄儿，我们知道以前做错了，蹲了耗子，我们也想明白了，今天是来给你赔个不是的。你看，能不能让我们跟你出海，帮忙干点活，赎赎罪？滚！我们真知道错了。你看，我们都落魄成这样了，就是想跟着你干点正经营业，混口饭吃。我爹娘在世的时候，你们嫌我的爹穷，嫌他没出息，从来不跟他一条船出海。现在我爹娘不在了，你们蹲完耗子出来，忽然想跟我出海了？你们背后有人吧？是谁？是不是海龙渔业的船老大裘海龙？什么裘海龙？我们不认识。你们站在这里的每一秒钟，都是在玷污我的眼睛。白灵、大壮，上船，我们走。林野，你说的那个地方，我昨天又去了一趟。沟河底部有一道裂缝，裂缝里藏着一群大鱼，鳞片金红色，游起来像火苗在水里飘。金红色鳞片，大的比我的1半还长，小的也有我脑袋那么大。虎鲸兄弟，带路！到了，那条裂缝就在这片高衡底部，金鳞龙鱼群就在裂缝里面。准备下潜设备，我先下去探路。林野，在水里多加小心。林野，就是这里了。金鳞龙鱼，不好！林爷，你爹林大江当年也是在这片海域跟我抢鱼，我开船把他撞翻了，没用的东西死在海里，活该！
裘海龙，裘海龙，是你撞翻了我爹娘的船，害死了他们！林野，林野，别激动，更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要给你爹娘报仇。野哥，咱们找治安队，找警察，告他杀人。他说的那么坦然，那么嚣张，他根本不怕我告他。他敢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就说明他早就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了。他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走，先回家。林野，这么晚叫我们过来，怎么了？陈叔、张伯，你们都是在这片海上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当年我爹娘的船出事那天，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不寻常的事？你那船出事后，我也听说过一些闲话。有人传那天外海有2艘船同时出现在同一片渔场，一艘是你爹的船，另一艘当时有人说上面印着海龙渔业4个字。林野，我明白你的心情，但这件事儿没有证据，就算去告也立不了案。证据我可以找，我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孩子，老身听到信了，你爹娘的仇今天才真正浮出水面。那个坏蛋在海上横行这么多年，早该有人收拾他了。你要怎么做？我们帮你。我也帮你，我盯过他的船，他经常去一个地方，有几次我在那边看到他们把网沉得很深很深。什么地方？在东南方向，离这里大概半天航程，有一片暗流很急的水域，他们的船经常在那里活动，周围有好几条船围着，不让别的渔船靠近。谢谢你们，你们帮我盯住那片海域，看看他们到底在那里干什么。老身这把年纪，别的不行，盯梢还是能帮上忙的。今天干得不错，至少让那小子看清了形势。他现在应该老实多了。裘老板，那金鳞龙鱼的种鱼，您打算怎么处理？我已经联系了省城一家水产研究所，他们有育苗技术，只要种鱼送到他们手上，半年之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鱼苗就能出来，到时候整个市场都是我的。那林野那小子要是还敢找麻烦，他要是敢来，就别怪我让他跟他爹一个下场。你要的东西，你申报的审批手续下来了，还有裘海龙最近半个月的行踪记录，我托人查的。他果然在那片暗流水域做手脚，这个位置正好是金鳞龙鱼繁殖季节的核心区域。他不仅想垄断种鱼，还想垄断整片繁殖区。林野，你打算怎么做？我要抢在他之前，把这片繁殖区的金鳞龙鱼保护起来。只要我把这片区域登记成人工渔场的专属保护区，他再想动手就是违法。你这是釜底抽薪，你不想跟他抢鱼，你想让他抢不着。对，他不怕我跟他抢，因为他手下人多船多，但是这世道有王法。林野，你学坏了。对付坏人就得用坏招。到了，那些坏蛋的船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昨天我在这里看到他们下了好几次网，捞走了好多鱼。老身在这里盯了3天了，这片水下有一道深沟，是金鳞龙鱼产卵的地方。那些人的网每次都是朝深沟口撒的。他们这是想把整条深沟的鱼都捞干净。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把鱼全捞走吧？我们在这里下标记浮标，把这片水域登记成人工渔场的专属保护区，先圈起来再说。野哥，最后一个也固定好了，好，收工。林野，你是真的不知死活。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你没听明白是吧？你爹当年也是像你这么固执，
非要在我的地盘上撒网，结果呢，现在还在海底喂鱼呢。裘海龙，这片水域，我今天已经登记成人工渔场的专属保护区了。你在这里捕捞就是违法的。保护区就凭你一个小渔村的毛头小子，跟我说保护区？这是县海洋渔业局盖章的保护区登记文件。这片深沟现在受法律保护，你在这里下网捕捞就是破坏渔业资源。裘老板，那小子好像真的去办了手续。你办手续了又怎样？这片海我说了算，今天我就把这里的鱼全都捞走，你拦得住我吗？怎么回事？这些畜生！不许欺负林野，这片海是我们的。谁敢动这片海，就是跟整片大海作对。裘海龙，你在这片海上横行霸道10几年，欺负渔民，撞翻渔船，抢夺渔场，老身活了80年，早就该有人替那些枉死的渔民讨个公道了。你们，难道这都是林野搞的鬼？他到底用了什么邪术？这片海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它属于所有依赖它生存的生命。你在这片海上横行霸道的日子到头了。林野，你有种，你给我等着，老子绝不会放过你！你欠我家的命，欠这片海上所有被你欺负过的渔民的命，我要你一点一点还回来。撤船，都给我滚回去！他这是跟海里的畜生勾结上了。不管他用了什么邪术，这仇必须报。林野，你今天把他逼退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所以他下次来会比今天更狠。那个坏人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们虽然在海上能护着你，但他要是到了陆地，你放心，岸上的事我有准备。你们今天已经帮了我天大的忙了。孩子，你比老身想象的更有胆魄。这片海域，老身会替你继续盯着。我们也是，他们再来，我们还围他。谢谢你们，我林野欠你们一个大人情。今天你把裘海龙逼退了，他回去肯定气得要疯。这只是第一步，咱们的渔场要继续加强建设。金鳞龙鱼的育苗技术我还没掌握。野哥，你之前不是抓了2条小鱼回来吗？养的怎么样了？活得挺好，但光有鱼苗不够，繁殖周期、水温控制、饵料配方这些东西，我得找懂行的人学。莫姐今天打电话来说，她认识省城水产研究所的一个老教授，专门研究深海珍稀鱼类的繁育。她帮我们约了，后天去省城见面。去省城？那我是不是也能去？这次去省城，路上时间紧，你在家看家，看好咱们的鱼苗，别让任何人靠近那个水箱。主人放心，我守在这儿，连一只苍蝇都别想靠近那个水枪。还有一件事，今天裘海龙虽然退了，但他走的时候看我的那个眼神，我不放心。你们最近出门一定小心。我知道，我会注意的。野哥，你放心，我大壮虽然脑子笨，但拳头还够硬。你就是莫老板说的那个养海参的小伙子？周教授您好，我叫林野。金鳞龙鱼的事儿，莫老板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要知道，这种鱼在全国范围内，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实现人工繁育。教授，这是我之前从海里带回来的。活的？你居然拿到了活的幼鱼？是我从深水海沟里捞上来的，还有一条养在家里。教授，我这次来是想请您教我繁育技术。金鳞龙鱼的人工繁育有2大难点，第一是水温控制，这种鱼产卵
需要恒定在12到14摄氏度之间，上下不能超过1度。第二是饵料，幼鱼开口吃的是一种特定的浮游生物，这种生物在人工环境里极难培养。水温、饵料，教授，如果这2个问题都能解决，成功率有多高？如果你能给我提供一个足够稳定的模拟环境，我有70%把握，半年内培育出第一批人工鱼苗。教授，我想请您做我们渔场的技术顾问，条件您提。先别说条件，你先把那条鱼的育苗环境做出来，等你的环境达标了，我自然愿意过去。谢谢周教授，我回去就着手准备。今天的事儿，你们怎么看？那小子确实邪门，那些海里的东西好像都在听他的话。听他的话？那些畜生懂什么叫听话？我看是他运气好，赶秒了。今天白天那些海猪和虎鲸出现，是那个海域本来就有的东西，他正好撞上了。裘老板，我查过了，林野手上的那份保护区登记文件，的确是县海洋渔业局正式批复的，公章、编号、存档记录全都有。咱们如果要硬来，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法律？在这片海上，老子就是法律！裘老板，我只是提醒您，来硬的不是不行，但得做得干净。像今天这样正面冲突，把自己摆在明处，容易被抓住把柄。你说的对，正面冲突我吃亏，那就换个玩法。裘老板，您的意思是？他不是很在乎那个渔场吗？很在乎他身边那个女人吗？还有那个开酒楼的莫文新，不是一直在给他撑腰吗？这3样随便动哪一样，都能要他的命。您打算先动哪个？先让他在岸上守不住他的渔场。哥，这东西倒下去，那些苗就全完了。裘老板说了，这药能让海参苗3天之内全部烂根，3天后我们再来，把池底的残骸冲干净，神不知鬼不觉。啊！是那个畜生的狗，你没守住吗？打死他！快走，惊动人了！主人让我守着，我就守着，谁都别想碰那些苗一下。大黄昨晚跟那几个混蛋拼命，爪子都划伤了。我昨晚可厉害了，咬跑4个人，把他们的药瓶都打碎了。大黄，你立了大功，那池海参苗要是被下了药，咱们大半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主人你放心，有我在，谁都别想碰咱们的东西。他们白天刚在海上吃了亏，晚上就来渔场下毒，这说明裘海龙已经开始走极端了。野哥，咱们报警吧！昨晚上那4个人的脚印和药瓶都还在现场。报警只能抓小喽啰，动不了裘海龙。他既然敢派人来，就一定做好了被抓住的准备。那些人不会供出他来的。那怎么办？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越想让我乱，我就越不能乱。把渔场的围栏加高，安排人手，日夜轮班盯着。金鳞龙鱼的育苗环境，我要尽快建起来。我不能一直被动等着他来打。你有主意啦？他以为我只能在海上跟他斗，他忘了我还有一条路。林野，他听说你的事了，想见你。这是大王乌贼。你好，林野，虎鲸跟我说了你的事。乌贼老弟，久仰。乌贼老弟的族群是这片远海最老最深的海洋居民，他们从不轻易露面，这次能来是真心想帮你。我不常在近海出现，但你要对付的那个裘海龙，他的船队最远跑到过什么海域，我一清二楚。他的捕捞船队有时候会深入到我的地盘。前辈，您的意思是？他的船队去远海拖网，我在暗处盯着。那些渔网在深水里拖行的时候，我可以从下面把网绳缠住扯断，
他们只会以为是海底礁石刮的。前辈，您能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让他的船队在远海损失渔网？我有8条触手，每一条都能缠住碗口粗的烂绳。他那些拖网对我来说就像蜘蛛网一样脆弱，而且我在深水里做事，他从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乌贼老弟出马，那些船队以后在远海别想顺顺当当捞到一条鱼。呵呵呵，近海有我，远海有乌贼老弟，裘海龙的船队走哪儿都别想好过。乌贼老弟，您帮我这么大忙，我无以回报。海洋是大家的，值得所有人好好护着。你放心，我一定做到。你上次送来的那批海参，我已经让老周试了3个菜，反响特别好。客人们都说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比外面进货的质量高出不止1个档次。林老板，你那海参确实是好东西。我做了20年海鲜，能跟你这品质比的，一只手数得过来。周师傅过奖了。我今天来是想跟莫姐商量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说。我打算在渔场旁边建一个专门的室内育苗车间，用来培育金鳞龙鱼的育苗，前期投入不小。我想问问莫姐，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做？你是想让我入股？金鳞龙鱼一旦实现人工繁育，这将是全国第1家能稳定供货的养殖基地。到时候听海楼作为独家合作方，招牌菜就是别人学不来的。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林野，你变了很多。以前你是那个闷头干活什么都不说的愣头青，现在你学会算账了。我得学会，因为我的对手在算更大的账。好，我跟你合作，启动资金我出1半，但我要听海楼的独家供货权。成交。好，控温系统做到了正负0.5度，过滤系统也达标了。你这个车间比我预想的好。教授，那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育苗？我明天就搬过来，给我2个月，我让这2条鱼给你产1窝卵。2个月？先说好，这是最乐观的估计。金鳞龙鱼的繁殖周期长，对环境要求苛刻，中间但凡出一点差错，就得从头再来。我明白，教授，您只管专心做研究，后勤保障我来负责。等你们长大、产卵、孵化出新的小鱼，我的渔场才能真正立住脚。你们是谁？别出声，跟我们走一趟。林野，你朋友莫文新在我们手上，想让他活命，明天中午12点，一个人到东郊码头来。林野，怎么了？莫姐被绑架了，应该是裘海龙干的。他疯了！混账王八蛋！他是在逼我交出保护区，交出渔场，交出一切。你不能一个人去，他设好了套等你钻。我不去，莫姐就危险了。裘海龙，你不得好死！林野，这么晚了，发生什么事了？莫文新被裘海龙抓了，他要我明天中午一个人去东郊码头拿保护区文件和渔场手线换人。他动用了陆地上的手段，那就让他在海上付出代价。你打算怎么做？我需要你们帮我。明天中午，虎鲸你带海豚群提前到东郊码头附近的水下埋伏好。乌贼老弟，你守在码头外圈的深水通道。如果裘海龙的人从海上逃，你来截住他们。
从东郊码头出去的任何一条船，只要进了深水区，就进我的范围了。还挺准时，东西带来了吗？莫姐，你还好吧？少废话，文件呢？在这里。我要先确认莫姐平安。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把文件交出来，我放人，不然你就带他尸体回去。裘海龙，你确定要做这么绝？绝！人不狠，站不稳。啊！什么东西？裘老大，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这些畜生都是他叫来的。莫姐，快走！林野，你这个，你用妖术！这不是妖术，这是你欠这片海的债，今天只是找你讨点利息。今天的事儿，我欠你一条命。莫姐，你帮我那么多，是我欠你的。我没想到他敢做到这一步，光天化日之下绑人，他是真的疯了。他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接下来只会更疯狂。所以接下来我不能给他再动手的机会。岳哥，你打算怎么弄？他最大的依仗是他的船队，只要他的船队还在海上，他就可以继续横行霸道。你想动他的船？我不动，让海去动他。主人又有新主意了。裘海龙的船队一共有10几条船，他们平时停在哪里？镇子南边的渔港码头，那里水深，能停大船。平时有2条船在看守，其余的都停在码头外锚地。我能带你去摸清楚每条船的位置，我游得快，一晚上就能把锚地的船数清楚。那些船上的人白天出海，晚上回港。他们在海上捕捞的时候，网具经常会沉到很深的地方。网具沉到很深的地方？对，那种网很重，拖在船后面，捞上来的东西，有时候连海底的石头都能刮上来。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他们不是喜欢在深水区拖网吗？那就让他们拖。你帮我找一片暗礁特别多的地方，最好礁石锋利，位置隐蔽。这一招够损，我喜欢。我知道一片暗礁，就在他们常去的那片渔场东边，那里的礁石又尖又多，大船根本不敢靠近。但要是有人把网拖过去，够他们喝一壶的。那就从明天开始，把他们往那片暗礁引。莫姐说，裘海龙今天下午带着5条船出去，回来的时候全都没了网。他气得在码头砸了3只酒瓶。5条船全没了网，这裘海龙怕是要吐血了。主人这招太坏了，让虎鲸在近海搞他，让乌贼老弟在远海搞他，他船队走到哪儿都捞不着鱼，气都气死了。近海有虎鲸盯着，远海有乌贼老弟守着，他船队的渔网一张都别想平安捞起来。可是林爷，裘海龙今天的损失虽然大，但这只是皮毛，他真正的底子还在。如果他发现这不是巧合，所以我不能只靠这种手段。金鳞龙鱼的育苗才是根本。等周教授那边出了第一批鱼苗，我的渔场就有了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到时候裘海龙在海上再怎么折腾，也动摇不了我的根基。原来你心里一直有数。我得有数，我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有莫姐、你、大壮、大黄，还有虎鲸兄弟、乌贼老弟、龟婆婆、海猪们，这么多朋友帮我，我不能让他们白帮。
成了，第一批卵受精率超过80%。教授，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金鳞龙鱼的人工繁育第一步，我们走通了。那啥，教授，这意思是咱能孵出小鱼儿了？卵是成了，但孵化还需要15到20天。开口饵料我已经在培养了，这半个月是关键期，水温、溶氧、光照，任何一项变动超过临界值，这批卵就全废了。教授您放心，这半个月我安排人就在车间守着。光是守着不行，这批卵孵化之后，幼鱼的饵料调化是第2道坎。我写了一份饵料配方和投喂时间表，你让白灵小姐帮我盯着执行。螺旋藻粉、轮虫、令虫无节幼益，这些我都记下了。等你们破壳，我的渔场才算真正站稳脚跟。这是生态循环养殖区，海参池排出来的回水，经过沉淀池和生物滤池，里面的有机物会被分解成无机盐，再流进海藻池。野哥，这意思是海参拉的屎去养海藻，海藻再把水弄干净给海参用。小壮子总结的虽然糙，但道理不差。这叫循环水养殖系统，能大幅降低换水频率，减少对外部海水的依赖。教授，这套系统多久能运转起来？再有10天，管道全部接通，生物滤料挂膜完成，就可以试运行了。到时候海参池的水质稳定性至少提高1倍。等这套系统运转起来，我们渔场养出来的海参品质就能做到全行业最好。你不仅想养鱼，还想把整个渔场做成一个生态样板。金鳞龙鱼是招牌，但渔场不能只靠一条鱼活着，海参、海藻、贝类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互相支撑，互相净化，这样的渔场才是我想要的。首富哥，你们现在跟裘老板干了？怎么不行？好歹是正经差事，比蹲在村里抬不起头强。那行，你们忙，我先走了。老孙头，听说你家小子最近在跑远海捕捞，跑的哪个渔区啊？跟裘老板报备了吗？我家小子就是小打小闹，捞点近海的杂鱼，没敢跑远。近海也归裘老板管。你回去跟你家小子说，下次出海先到码头上登记。哼，哥，咱现在跟着裘老板，镇上这些人见了咱都绕道走，这感觉比以前在海里跑船拼命强多了。这才哪儿到哪儿，等裘老板把那个小杂碎的渔场搞垮了，镇上所有渔户都得看咱脸色。3天，连续3天，5条船的网全废了。老板，那片渔区海底暗礁太多了，网拖过去就挂底，根本捞不着东西。暗礁？那片海我跑了20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多暗礁？裘老板，这事儿邪门，您想吧，以前那片渔区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偏偏林野那小子开始在海上活动之后，咱们的网就1天坏一次。你是说那小子在搞鬼？我打听过了，那小子好像能驯服海里的畜生，上次在东郊码头你也亲眼看见了，那些畜生听他的话。他以为有那些海里的畜生撑腰，我就拿他没办法了。老板，您肯定有高招。哼，跟我去一趟省城，我要买点东西，让那些畜生知道我裘海龙的厉害。老板，你们这儿最好的鱼用声呐，拿给我看看。裘老板，您来对地方了，这是德国进口的 HH900型鱼用声呐，水下探测深度可达300米，分辨率极高，不管是鱼群还是水下地形，看得一清二楚，市面上最顶级的货。功率多大？峰值输出1000瓦。正常使用的时候，方圆200米内的鱼群都会被惊扰，自动散开。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还有更大的吗？更大的有是有，
但那属于工业级的深水探测设备，功率比这台还大1倍。不过裘老板，那个功率的声呐用在海面上，对周围的海洋生物影响可不小。多少钱？我要2台，一台常规的装船头，一台大功率的装船尾，2台加起来8万，装到我船上去。哥，那商贩说大功率的会影响海洋生物，那可是作孽，遭天谴的啊！遭天谴那也是他裘海龙，跟咱有什么关系？咱只管跟着干，拿钱办事就行了。林爷，林爷，不好了！我今天在码头那边的沙滩上听到裘海龙跟他的手下说话，他买了2台大功率的渔用声呐，说要装在船上对付海里的动物。渔用声呐？怎么回事？那东西功率特别大，专门用来驱赶鱼群和海洋动物，虎鲸兄弟、海豚、海猪们都会受伤的。我听到那机器发出的声音，他们说能震得鱼群内脏出血，失去方向。你确定他买了那种声呐？确定，我亲眼看到的。那2台机器已经装上他的船了，他说明天就要出海试机。林爷，虎鲸兄弟他们会不会出事啊？不会，我不会让他们出事。林野，出什么事了？沙蟹告诉我，裘海龙买了2台大功率渔用声呐，一台常规的，一台工业级的，已经装上船了。那东西在水下发出的声波足以伤害你们。那个坏蛋，他这是要赶尽杀绝！声呐的强声波能干扰我们的回声定位系统，让我们在海里变成瞎子和聋子。严重的话，内脏都会被震伤。老申活了80年，见过渔船用声呐找鱼群，但那都是小功率的。工业级的大功率声呐，这东西出现在近海，对整片海域的生态都是灾难。他不仅想对付我，他还想伤害你们。他把我当成挡他财路的绊脚石，所以要把你们也一并除掉。林野，你说怎么办？他要用声呐，我就让他用不成。你的意思是？声呐设备的核心部件是换制器，那个东西需要在水下稳定工作，一旦受到剧烈撞击或者被异物缠住，就会失良或者报废。他的船明天出海，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你说怎么做？他的船出港之后，你们在船底跟着，等他把声呐放进水里准备工作的时候，你们找准时机，从侧面用尾鳍猛击声呐的电缆接口和换动器外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不打他的船，只打他的设备，让他花大价钱买的声呐变成一堆废铁。这个办法稳妥，声呐设备一旦损坏，他只能返岗维修，修好了再出来，我们还能再破坏一次。这个好玩，我喜欢。各位小心行事，安全第一。裘海龙的人这次肯定会在船上盯着水下动静，你们别靠太近，等船驶出港湾，光线暗了再动手。你放心，这片海是我们的地盘，我们比他们更懂怎么在水下不被人发现。有了这东西，那些畜生再敢靠近我的船，老子就让他们尝尝厉害。老板英明，等声呐一开，那些海猪、海豚什么的，肯定吓得屁滚尿流，再也不敢来捣乱了。今天出海试机，我要亲眼看看这东西到底有多猛！哈哈哈哈哈！老板，船头的常规型声呐已经就位，可以下水了。船尾那台大功率的还需要再调试半小时。先放船头的，让我看看效果。好东西，
这画质清楚。怎么回事？妈的，什么情况？老板，声纳的换能器好像被什么东西撞裂了，电缆也断了。被什么东西撞了？船底什么也没有。你告诉我被什么东西撞了？我不知道，但那个撞击力度很大，不像是普通的鱼群。难道又是那些畜生？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孽兽全给我弄死！弄死！林爷，成了！裘海龙那台船头的声呐换能器被我一尾巴抽裂了，电缆也断了。我补了一记尾鳍，狠狠拍在他的电缆接口上，真痛快！船尾那台大功率的还没来得及下水，他们就被吓跑了，暂时安全了。不过林野，我听到那个坏蛋在船上发飙了，他说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弄死我们。所以他不会停手，他知道声纳能对付你们，就会想尽办法修好它或者买新的。他的目标不是一台设备，他恨你们帮我，恨你们让他丢了脸破了财。那你打算怎么办？他敢动你们，我就让他再也动不了。我要让他在海上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怎么做？他最大的底子是他的船队，船在，他就有钱、有人、有势力；船没了，他就什么都不是。我要让他的船队一条一条的从海上消失。怎么消失？把他的船全都堵在港里，出不来。什么办法？快说呀！急死我了！是啊，林野，你就别卖关子了。很快你们就知道了。林野，你打算怎么用这些东西？用扳手就得拧东西，但不是我去拧。不是你在拧，那谁拧？有人比我更合适。他的手多，8只，每只都有碗口粗，力气也大，好几个壮汉加起来也不如他。你是说大王乌贼？你让他去拧船底的阀门，他会用扳手？他不会，所以我今晚得去教他。林野，码头那边的情况我摸清了，今晚码头上只有3个人值班，都在值班室里打扑克，船上1个人都没有。裘海龙不在港里，那3条铁壳船和2条运输船都停在泊位里。乌贼老弟，今晚你来做最佳男主角。好期待呀！你告诉我怎么做。每一艘大船的船底都有一个海水阀，在这个位置，大概在吃水线下方2尺的地方，圆形的，有螺丝接口，用手或者扳手可以转动。是这样的。对，就是那个动作。你到了船底之后，找到海水阀，用扳手套住接口，然后往逆时针方向拧松，不用完全拧下来，拧到松动，开始深水就行。一艘船拧2个阀门，做完就换下一艘。隐蔽，安静，不要发出太大的声响。我们的目标是让船慢慢沉。逆时针，拧松，渗水，走人。我带路，每条船的阀门位置我都标记好了。乌贼老弟，你跟着我走就行。我在码头外围警戒，如果有人从值班室走出来，我拍一下水面示警。老申在码头入口处守着，潮水正在涨，水位会越来越高。你们的作业时间大约有1个半时辰。你放心，今晚之后，他的船要在港里趴很久。主人，他们能行吗？一定能行的。第一艘铁壳船，船尾左舷下方，吃水线下2尺。逆时针，逆时针。
还有这个。第2艘运输船，船底中部偏右，2个阀门距离很近，隔了大概2米。完工了。3个2，要不起吧？娘的，你手气怎么这么好？3把了，你当了3把地主。不打了，不打了，眼皮打架了。晚上没啥事儿，早点睡得了。啥动静？没看到人啊，海面上也……二哥，你看那艘船，吃水线是不是比刚才高了一截？那不是吃水线高了，那是船在下沉。快看，船尾都贴到水面了！我操，船漏了，5艘船全漏了！快拉水泵，快去叫人！完了，阀门被人拧开了，船底进水了。谁能同时拧5艘船的阀门？咱这是闹鬼了吧？裘老大回来非得弄死咱不可，还愣着干嘛？先把能保的船拖到潜水区去，快啊！这怎么救啊？完了，全完了！成了，主人，那边吵起来了。5艘船全进水了，值班室里那3个人现在在码头上来回跑，跑的鞋都掉了。最搞笑的是，有个人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脑袋上顶着一只海草螃蟹，自己还不知道。老身活了80年，今晚这场戏头一回见。乌贼老弟呢？他躲在那边看热闹呢。4把扳手全收回来了，一根都没丢。他说下次再拧阀门还能更快。干得漂亮！走，回家。港口的船5艘全沉了。值班室那3个人说，船底的海水阀被人从水下拧开了，每艘船至少2个阀门被拧松。5艘船同时被人从水下拧开阀门，你觉得什么人能在水下1个晚上拧开5艘船的阀门？当时我隐约看到水下好像有什么很大的东西在动，不确定是不是看花了眼。不确定？5艘船全沉了，你们跟我说不确定？老子几十万的船现在全泡在港里了。林野，除了他没有别人，他能叫动那些海里的畜生，一定是他干的。老板，要不咱们报警？报警？报什么警？说我的船被海里的畜生弄沉了？先别说警察信不信，你信吗？野哥，我早上天没亮就去码头那边溜达了一圈，那5艘船沉得整整齐齐，桅杆露在水面上，像5棵歪脖子树。你懂的，值班室的林首富他们估计一夜没合眼。恶人有恶报。那3艘铁壳船加上2艘运输船，是裘海龙船队里吨位最大的。没了这几条船，他的捕捞能力直接砍掉70%。你昨晚到底怎么做到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用它拧螺丝，然后把它交给比我更会拧东西的人，不，比我更会拧东西的朋友手里。8只手，4把扳手，1个晚上。他学会用扳手了。学得很快，那些朋友一个比一个聪明。这种品质
跟大海里纯野生的海参相差无几了。林老板，这一池的平均单重超过8两，大的快1斤了。这批海参的品质，我养了20年鱼，头一回见。通知收购商，今天开始起捕，所有人开工！林野，你猜这批海参的总产量有多少38000斤，加上之前陆续出的一批，咱们第一季的总产量突破5万斤了。按现在的市场价，这一季的毛收入就有将近100万。100万，我们做到了。野哥，100万，咱能买多少肉骨头啊？林野，你来的正好，看看这个月的营业额。28万，比上个月翻了将近3倍。你那些海参送过来之后，老周开发的葱烧海参和参如滋补汤成了听海楼的招牌。现在定位都要提前3天了，咱们的合作算是彻底打开了局面。林老板，你那海参品质绝了，老客们都说吃了你家的海参，别家的都不想碰了。还得多谢了周叔您的厨艺。林老板太谦虚了。爹娘，你们看到了吗？我没给你们丢人。林野，这条生态养殖的路你走对了。莫姐，这只是个开始，等金鳞龙鱼的生态养壮成了，这里的生意会更加火爆。你就等着把分店开满全国吧。好，有你这句话，我相信那一天肯定会到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咱们渔场第一季海参丰收，所有人都有功劳。今天把大家叫来，就一件事儿，发奖金。林老板，这快顶我半年工钱了，跟着林老板干，值了。野哥，这也太多了吧？不多，建渔场的时候你出的力最多，风里雨里跟着我干，这钱是你应得的，拿回去把老房子翻新了，再讨个媳妇儿，红火的日子过起来。野哥，我这辈子跟定你了，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主人真厉害，我大黄跟对人了。林老板，这就是您订的那辆桑塔纳，顶级配置，4门电动窗，空调、CD 音响都有，全线一共就来了3辆。林野，你买车了？不是你买车了，送你的。送我的？从我在海边那个破棚子里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就跟着我。这辆车是我谢谢你的，也是我想告诉你，白灵，我想跟你过一辈子。林野，你这个傻子。以后的路还长，咱们一起走。林野，设备都齐了，咱们这一趟主要是测金鳞龙鱼产卵海域的水温周面和盐度批度，再采几份浮游生物样本回去分析。按您说的，我多带了2罐备用氧气，够在水下待够时间。注意安全，别在水里待太久。放心，你在渔场盯着，我最多2天就回来了。莫姐，林野出海了，说是要去测什么水温数据，我这心里总有点不踏实。他带了几个人？就周教授和他那个助手，3个人1条船。上次裘海龙的船沉了5条，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林野一个人在海上，万一碰上裘海龙的人，莫姐，要不咱们也出海？莫姐，快艇的油箱是满的，跑3、4个来回没问题。林野的船往东南方向去了，咱们沿着那个方向追，应该能赶上。莫姐，
你说裘海龙会不会真的在海上对林野动手？他那种人，被逼到绝路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咱们宁可白跑一趟，也不能让他出事。这片海域的水色跟上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表层水温大概高了 0.5 度，可能是洋流变相了。教授，金鳞龙鱼的产卵期跟水温变化关系大不大？大，温度差1度，产卵时间可能推迟10天半个月。咱们这次采样得把全水层的温盐数据都带回去，这样才能建出准确的繁育窗口模型。那是裘海龙的船，他追过来了。他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教授，您和小陈进舱里去，把门锁好，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别出来。林野，你一个人，听我的，快进去。林野，这么巧啊，又遇上了。裘海龙，你追了这么远，是来跟我聊天的？聊天？我是来给你送一份大礼。林野，你没想到吧？你在海上折腾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路上等着你呢。你那渔场，你那船队，你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一切，今天全得吐出来！识相的自己跳海里来，不然，你女人就下去喂鱼。野哥，别管我们，弄死裘海龙这混蛋！裘海龙，你冲着我来，放了他们。放他们？可以啊，你跳海，把渔场经营权和船队产业的手续交出来，不然……侄子，二叔我数3声，1，住手！我跳。白灵，别怕。虎鲸兄弟、海豚小姐、龟婆婆、乌贼老弟，你们在哪儿？我需要你们，我需要你们快来！看到了，这小子也有今天，就这点本事，还敢跟老子斗？裘老大英明，这下他那渔场那船队全归您了，让他沉海里喂鱼去吧，跟他那死鬼爹娘一个下场。野哥，你们这帮畜生，我跟你们拼了！小丫头，别哭了，你男人沉海了，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比他有本事多了。呸！你这种畜生，不得好死！怎么回事？老板，看海里面！这是什么鬼东西？动林野的人就得付出代价。谢谢乌贼老弟。有水怪！有水怪！快跑！快跑啊！别怕，我来了。林野，我以为你没事，我没事。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容易死。莫姐，对不起，连累你受苦了。什么话？跟我还说这个，你也太见外了。大壮，野哥，我刚才我真以为你……等会儿再说，先稳住局面。李野，你用邪术，你构建海里的妖魔，你会遭报应的。报应？裘海龙，你作恶多端，早就该遭报应了。林野，侄子，我是你二叔啊，你不能动我大侄子，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你放过我们吧。
做梦！这艘船沉了，罪有应得。恶人就该付出代价。都是你们，都是你们！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李野，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就这么让他跑了？如果他就这么死了，那也太便宜他了。林野，那个裘海龙大坏蛋已经跑远了。乌贼老弟、虎鲸兄弟、海豚小姐、龟婆婆，今天我欠你们一条命。孩子，这场风雨过去了。裘海龙那混蛋，以后再敢出现在海上，我们就狠狠收拾他。谢谢你们，以后不会了。林野，你今天这场面够我回去给听海楼的客人讲3年的。野哥，你跳海那一下，我真以为我差点哭出来。行了，回家再说。今天的事，你说的对，裘海龙跑不远的。他在海上横行这么多年，仇家不止我们一个。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挟持人质逼人跳海，光是这些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他不是跑，是躲。他应该再也不敢出海了，只能躲在岸上。我会找到他，好好算账。林野，今天的事，我以后再也不想经历了。不会了。野哥，那金鳞龙鱼的育苗车间，周教授那边怎么样了？今天采样虽然被缴了，但之前的数据够用，水文环境数据也都采集到了。周教授说，再有1周，第一批鱼苗就能开口吃饵料。这一步走完，你就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对，这一步走完，我就带着你们把渔场做成全国最好的。主人说啥就是啥，我大黄跟着主人一辈子。周教授说，第2批金鳞龙鱼育苗的受精率又提高了，这次超过90%。他高兴地在实验室里直哼小调。第2批鱼苗长起来，咱们就能正式对外供货了。省城那几家高端酒店已经签了意向协议，价格比市场价高出30%。莫姐昨天打电话来说，听海楼这个月的营业额又创新高。葱烧海参和金鳞龙鱼成了招牌中的招牌，定位都排到下周了。莫姐那边稳住了，咱们的销路就稳了。野哥，刚才跟县城水产批发市场的刘老板亲自来拉货，他说咱们的海参现在已经供不应求了，问能不能再扩2个池子。扩，但扩之前要把循环水系统先配套到位。周教授说的生态链模式，不能光靠堆池子，得靠系统。好嘞，我这就去跟施工队说。爹，娘，你们看到了吗？我在这片海上扎下根了。首富、首贵，你们到底去哪里了？快回来呀！半个月了，整整半个月了。那2个不争气的东西，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我心窝子疼啊！林家大娘，
快去南港码头看看吧！你2个儿子干活的海龙渔业出大事了！啊！船呢？裘老板的船呢？那么多的船呢？大娘，您是来找人的。你知不知道裘老板的船去哪里了？我2个儿子跟着裘老板干活的，已经半个月没回来了。大娘，裘老板的公司倒闭了，他那几条大船听说全沉了，欠了一屁股债，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好多债主都来找过，都扑了空。倒闭了，船沉了。那我儿子呢？你见过林守富和林守贵没有？没见着。有人说他们跟着裘老板一起跑了，也有人说他们跑远海出了事，那天就在船上。大娘，您还是去问问质保队吧。守富、守贵，你们到底在哪儿啊？娘在家等着你们呢。老太太，你也是来找裘海龙要钱的？别找了，人都跑没影了。这破地方值钱的东西早被搬空了，就剩这些废纸。我不是来要钱的，我找我儿子。我儿子林守富、林守贵跟着裘老板干活的。跟着裘海龙干活的，那你儿子怕是也跑路了。裘海龙欠了几百万的债，他手底下那些人能跑的全跑了。老子以前吃的是燕豹刺肚，现在吃这玩意儿。林野，都是你害的，你给我等着！那些怪物，他们一定还在海里等着我，我不能回去，回去就是死。我裘海龙竟然混到这个地步，吃虫子，吃野草，喝雨水，还不如当初让我沉在海里死了算了。水也不多了，明天要是再不下雨，我就得喝海水了。以前我在海上见一条船就追一条船，抢一条船，现在我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些债主，那些仇家，都在找我吧？虎鲸兄弟，怎么了？林野，我找到那个坏蛋了，裘海龙，他在东南方向一个荒岛上躲着，离这里大概半天航程。他还活着，活着，但比死了还惨。吃野草，啃树皮，喝雨水，整个人蓬头垢面，跟个野人似的。他窝在一个破棚子里，一整天都不敢往海面上看。他躲了这么久，也该有个结果了。林野，你打算怎么办？送他上路。水，谁给我一口水？不行，海水不能喝，喝了死得更快。我不能死，
不能死在这里！杀！滚开！滚开！滚开！我可是海龙渔业的老板！我要弄死你！我要拿刀砍死你！我要刀砍死你！别过来！求你，别过来！啊！救命！救命啊！有人吗？谁来救救我！林野，是林野，一定是林野指使的。那小子能控制海里的畜生，连陆地上的蛇也听他的话。我不该撞翻林野那小子爹娘的船，不该。你听说了吧？那个大坏蛋死了，可惨了。质保队今天下午来了，说是找到了裘海龙的尸体，死亡原因是被毒蛇咬了，在荒岛上挣扎了很久才断气。那个大混蛋死得其所，就像你们人类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谢谢你了，海豚小姐。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那些海蛇吧，整一大群呢。我把他们从岛东边的礁石缝里叫出来，他们都恨裘海龙那个破坏海洋环境的大混蛋。总之，谢谢你们。林野，那个大坏蛋害死了那么多人，害死了那么多海里的小伙伴，还差点害死白灵姐姐和莫姐姐，还有你的爹娘。这种人不受惩罚，天理难容。是啊，终于恶人已除，这片海重归安宁。我也要加油努力干事业了。你有渔场，有白灵姐姐，有莫姐姐和大壮他们那群朋友，还有我们，大家都会帮你，支持你。谢谢。林野，刚才质保队来过，发生了什么事情？质保队告诉我，裘海龙找到了，在东南方向一个荒岛上，已经死了。怎么死的？被毒蛇咬了。法医说，起码折磨了4、5个小时才断气。太好了，他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终于看不下去，把他收了，真痛快。玲玲，我想爹娘了。走吧，去看看他们。爹娘，儿子来看你们了。林野，今天日子好，风也轻，你跟你爹娘好好说说话，我不打扰你。爹娘，咱这里有3年不立碑的规矩，等3年过了，我给你俩立最好的碑，还要把你俩的坟头修缮得风风光光。爹妈，那个害死你们的人找到了，就是那个裘海龙。他已经死了，就在前几天，死在东南方向一个荒岛上，被海蛇咬死的。你们的仇终于报了，你们可以安息了。走吧，回家。你这画的什么啊？又是养殖区，又是保护区，还有这旁边标着游览区。莫姐，我有个想法，渔场现在已经稳了，金鳞龙鱼的繁育也走上正轨了。我想，光靠卖鱼卖海参，天花板有限。咱们这片海风景这么好，海域资源这么丰富，能不能做点别的？做别的？这边靠近礁石区的海域，海水清澈，珊瑚多，鱼群丰富，完全可以搞潜水观光。这片沙滩又长又平，建几间海景民宿正合适。还有这片浅水区，水质好，风浪小，适合搞海上垂钓和帆船体验。
你是说搞旅游？对，咱们不光养鱼，还可以让人来看海、玩海，把渔场变成一个集养殖、餐饮、住宿、海上娱乐于一体的综合项目。莫姐，你开酒楼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多，路子广，这事儿要是干成了，咱们就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渔民了。野哥，你这主意好是好，可这得花不少钱吧？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咱们先把方案做出来，一步步来。林野，你很有想法，我觉得完全可行，到时候投资算我一份儿。好。塔的观景台再修宽1.5米，到时候游客上去视野更好。栈道的护栏高度要加高，安全第一。第一批民宿的内部装修下周就能完工。莫姐说，她那边已经联系了3家省城的旅行社，都对咱们的海上观光项目很感兴趣。等灯塔修好，观光游艇到位，旅行社的团就能接了。野哥，快看，海面上有情况！那条船出事了，走，开快艇过去。跳过来，快，船要烧了！周先生，你小心，快上去！小伙子，多谢救命之恩。我姓周，周景荣，湘江人，来这边旅游的。周先生客气了，先坐下休息。大壮，掉头回港。谢谢，不客气。那边是你们在建的项目？对，我搞了个渔场，顺便开发一下海上旅游。这边风景好，资源丰富，不利用起来可惜了。小伙子，想不到你年纪轻轻有这么好的眼光。哪里，我只是靠海吃海的渔民，祖祖辈辈都是。林先生，你这些东西品质一流，我在湘江吃过不少高端海鲜，能跟你这品质比的不多。周先生过奖了。我们渔场用的是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全程不投药，品质有保障。下午你跟我说的那个海上乐园的构想，我仔细想了想，你那个思路很超前啊，把养殖、旅游、餐饮、住宿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种模式在湘江生意圈都很少有人做起来。周先生是做哪一行的？地产、酒店、旅游都沾一点。我在湘江有几家酒店，在东南亚那边也有投资。这次来这边，就是想找一些有潜力的新项目。林先生，我有个想法，你那个海上乐园的构想，我很感兴趣。如果你愿意，我想跟你合作，我出资金和渠道，你出资源和管理，咱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大。周先生，合作愉快。谢谢你啊，林先生，你给了我一个投资合作的好项目，更给了我报恩的机会。周景荣出手很大方，第一期投资就这个数，500万，这还只是启动资金。500万！他还说了，如果第一期项目顺利，后续还会追加。他要的也不多，3成股份，这个条件算很厚道了。500万，足够把海上乐园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起来了。观光游艇、海景民宿、海上餐厅、潜水基地、垂钓平台，这些都能一步到位。野哥，咱这是要发大财了。不只是发财，等这个项目建成，咱们这片海就真正火起来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周边的渔户也能跟着受益。开民宿的、搞餐饮的、
做导游的，都能有活干，有钱赚。你想得真远。这片海养大了我，我不能光想着自己发财，得让这片海也活起来。好，各就各位，林老闆你咪站到欄間呢邊去對，自然呢啲。大王呢，讓佢蹲在你咪腳邊。好，就是这种感觉。今天主要是拍一组空镜头和你们日常生活的镜头，后面再补拍海里的部分。好，这个感觉太好了，非常自然。林老板，你们平时就是这样相处的？差不多，就是平时没这么多人举着机器对着我们。林老板，我跟你说，你这个故事太好了，孤儿、大海、复仇、奋斗、守护，放到银幕上绝对能火。等电影拍完上映，你林野这个名字全国都知道了。想不到咱们居然能拍电影当主角。是啊，不过这次是个好机会，不仅能演戏，更重要的是宣传咱们的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倡导海洋保护。太好了，继续，让海豚也过来。海豚兄弟、八爪鱼老弟、海豚小姐、龟婆婆们，咱们拍电影了，你们可要配合呀！太值了，这些镜头太值了！谁能想到能拍到这么多海洋动物配合出景？这片子上映，票房绝对爆！林老板是你吗？你那电影拍的太好了，我媳妇儿看完哭了2回。林老板，你那海上乐园在哪儿啊？我们单位下周搞团建，就定你那儿了。大海养育了我，救过我，帮过我，这片海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我今天立这尊海神像，不是求财求运，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所有来这片海的人，我们靠海吃海，更要敬海护海。这片海是我们的根。你也来了。林先生，你说要搞海上乐园，我其实心里还有点打鼓。但今天看了这个场面，我得说，你是对的，这个模式大有可为。当初要不是周先生你的资金和渠道支持，我光有想法也做不起来。好的项目值得投。你这海上乐园的模式，我已经让我的团队做了一套标准化的方案，准备推广到其他沿海城市去。到时候你作为技术顾问，股份照旧，推广到其他城市。林野，你这个模式，生态养殖加海洋旅游加环境保护，在全国沿海地区都有复制价值。你愿意跟我一起做吗？周先生，合作愉快。林野，这一年你变化真大。当初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瘦瘦小小的。那时候刚死了爹娘，一个人在海边瞎闯，要不是遇到你们，我早就沉在海里了。可别这么说，就算没有我们，你肯定也能活下来的。这片海，你们这些朋友，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这片海给的。孩子，你记着就好，以后不管走多远，做多大，记着回来看一看，跟咱们这些老朋友们说说话。
我会的。爹娘，你们看到了吗？我在这片海上立住脚了。我会一直守着这片海，守着咱们的家。回家。又在看那些合作方案。周先生那边说，湘江那边的样板项目已经动工了，你什么时候过去看看？等这边第3期工程验收完了就去。周先生做事靠谱，我不过去也没问题。林野，你现在名下2个养殖基地，1个海上乐园，3家海景民宿，6条观光游艇，还有跟周先生合作的那么多项目，你现在可不是当年那个赶海的小伙子了。什么渔王不渔王的，我一直都是那个海边长大的渔民。请问是林野同志吗？这里是海洋科研总局，我是主任秘书刘长河。你好，刘秘书。林野同志，长话短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工科研物品坠落到了你所在的深水区域，目前我们急需将它打捞上来。好，配合，当然配合。那个科研物品极其重要，价值不可估量，谁能成功打捞将获得500万奖金。这件事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军事科研保密，希望你能全力配合，并且保密。刘秘书，您说，具体什么海域、什么深度，有没有坐标？坐标我们稍后会派人送到你手上。坠落物在东南方向那片暗流水域，水深大约220米，体积不大，但结构精密，需要水下精准作业。林野同志，你是那片海域最熟悉地形的人，我们相信你的能力。我接这个任务，请你把详细资料和坐标送过来，我这边马上准备。好，明天上午会有专人把资料送到你渔场，500万奖金，打捞成功当天兑现。林野同志，拜托了。什么军工科研物品？听起来很重要，200多米深，你有把握吗？东南暗流水域，水深200多米，那一带地形复杂，暗礁多，洋流乱。专业捕捞队虽然有声大和机械臂，但是难度还是很大。我有那些朋友们帮忙，应该没问题。500万虽然是一笔巨款，但咱们现在不缺钱，如果下海的话，风险会不会很大？这不是钱的事儿。刘秘书说了，那东西涉及到科研安全，我既然有这片海的能力，能帮上忙的就得去帮。好吧。林野，看你脸色挺郑重的，怎么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东南方向那片暗流水域，水下220米左右，有一件东西落到了海底。上面的人说那东西很重要，关系到咱们国家的科研安全，必须打捞上来。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来人只说体积不大，结构精密，具体是什么样子没跟我说。但那个位置我很熟，220米深，下面是岩石底，附近有一道裂缝，裂缝里有暗流，水下能见度很差。那片地方老参知道，沟底有一条海沟，常年有冷水上涌，水温比周围低好几度，普通船是用机械臂下去，根本看不清抓不准。有我们在，你怕什么？你带我们过去，到了那片海域，我们下水帮你看。200多米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也去，我眼睛好使。暗流水域我常去玩，底下每一块礁石长什么样我都记得。有你们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这次的任务，上面还派了专业的捕捞船队跟我一起作业，他们要跟咱们竞争，谁先捞上来，谁拿奖金。那就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这片海真正的主人。我这就去暗流水域探探底，明天你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底下什么情况。
大壮，起锚！好嘞。这水真黑，野哥，你一个人下去行不行？没事，水下有朋友接应我。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在这儿等你上来。放心好了，我会注意的。林野，我昨晚探清楚了，那件东西在沟底一道裂缝旁边，大概2米长，圆柱形的，外壳是深灰色金属，上面有红色的标记，旁边还有几块碎片，像是坠落时碰碎的。裂缝旁边，我上次去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因为它被一块大礁石挡着，从上面看根本看不到。要不是我钻到裂缝底下绕了一圈，也发现不了。那件东西就在那边，离海底大概还有20米。你抓紧我的背鳍，我带你下去。孩子，老身在这儿盯着那件东西一宿了，没人动过。到手了。林野，上面的机器爪子快扫到这片了，咱得赶紧走。林野，野哥，接着。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返航。林野同志，这位是我们海洋科研总署的田长官。林野同志，你好，东西我们已经初步检查过了，完好无损。田署长客气了，能帮上忙是我的荣幸。我听说你是赶海出身，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建起了渔场和海上乐园，你有时间可以到署里来跟我们详细聊聊，说不定能形成一套可推广的经验。好，等我把手头几个项目收尾了，一定来向各位领导汇报。这是500万的奖金支票，按规定打捞成功当天兑现。林野同志，你辛苦了。谢谢田署长。小伙子，好好干，海洋这片天地大得很。你刚才说话的时候特别稳，一点都不紧张。紧张什么？就是捞了个东西，交了个差，走吧，回家。野哥，新到的2艘游艇都检查过了，船况一流。县旅游局那边也说，咱们的海上观光项目已经被评为省级示范项目了。省级示范项目？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昨晚，县里打电话到办公室，白玲姐接的，说是下周要来挂牌子，还要搞个什么启动仪式。林野，省城那边又来了3家旅行社的合作意向书，想要独家代理咱们的海上乐园周末游套餐，这是这个月第5家了。生意好是好事儿，但接待能力跟不上的话，口碑会出问题。你跟莫姐商量一下，把每日接待上限定下来，宁可少接单，不能降质量。我已经让莫姐在排了。她说下个月能新增2条观光航线，一条往南边的珊瑚礁区，一条往东边的海鸟栖息岛。
主人现在可厉害了，以前是赶海的小子，现在是大老板了。我大黄也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嘿嘿。林野渔场这个月又上了省里的新闻，省级示范项目。郑总，据我们摸底，林野渔场目前拥有30多个养殖池，一个金鳞龙鱼繁育中心，一个省级生态循环养殖示范基地，6艘观光游艇，一个正在扩建的海上乐园，以及3家海景民宿。今年上半年，它的综合营收保守估计在1200万以上。郑总，咱们的滨海度假村项目就在它渔场北边不到5公里，同样是做海上旅游，他那边的客流量已经快把咱们的客源吸干了。你们觉得他凭什么能做起来？听说他跟县里的关系不错，而且他那个生态养殖模式确实有独到之处，全国都在推。还有个关键因素，他好像跟这片海里的海洋生物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跟海豚说话，养虎鲸当兄弟，这也有人信？郑总，虽然是传闻，但确实有不止一个目击者说看到他在海上跟虎鲸和海豚互动，而且他那个渔场周边的海域海洋生物密度确实比别处高，这也许不是空穴来风。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他那套东西现在挡了我的路，这是事实。我郑大鹏在县城做了10几年生意，没见过谁能挡我的路还全身而退的。郑总，您打算怎么做？先不急着动他正面，他那套生态养殖不是吹得神乎其甚吗？咱们就让他出点生态事故。林老板，这套系统运转3个月了，数据一直很稳。昨天测了30个指标，全在绿色区间。水质稳定是渔场的命根子，这套系统一旦出问题，半个月之内，海参池和金鳞龙鱼池就会出状况。老张，你专门负责盯着这套系统，早晚各一次分检，数据记录不能断。放心，我每天雷打不动走2趟，泵机、管道、过滤膜、紫外消毒器一个不落。昨天晚上我还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野哥，莫姐来了，说有事找你商量，在游客接待中心等你呢。郑总说了，倒进去之后3天之内系统就会出故障，到时候他们查不出原因，只会以为是设备老化。快到，别磨蹭。这地方虽然偏，但难保没人经过。你看看这个，这是北边那个新项目，叫什么来着？郑大鹏的滨海度假村。这个人在县城做服装生意起家，他的项目就在咱们渔场北边5公里。我听说过他在县里关系很广。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上个月他派人去听海楼，想挖老周过去当行政总厨，老周没答应。然后这个月他的度假村开始打广告，主推的菜系跟咱们高度相似。他这是冲着咱们来的，明摆着，咱们的海上乐园项目一火，客源就会被分流。他那度假村投了上千万，不可能坐视客源被咱们抢走。那就让他来，市场这么大，一家吃不完。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各凭本事。你倒是沉得住气。不过林野，我提醒你一句，郑大鹏这个人做生意的手段不那么讲究，得留个心眼儿。我知道，我会注意。大壮，大壮，你过来看看这个，这是咋回事？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出事了，循环系统出问题了，快去叫林老板。
这是有人往系统里倒了什么东西，应该是某种化学制剂，跟循环水里的有机物反应之后生成了这种沉积物。野哥，你去找啥？这里有人进来过。有人钻进来搞破坏，野哥，报警吧！报警是肯定的，但在这之前得先保住循环水系统。周教授，我是林野。循环水系统被人投了化学制剂，管道内壁出现异常沉积物，滤膜开始堵塞。教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2天之内把这个系统恢复？你描述的那种灰白色化学制剂，我判断是一种碱性化学制剂与循环水中残留的有机物反应生成的钙造沉积。要清理不难，用醋酸稀释液冲洗液管道内壁就能溶解沉积物。但问题是，你的滤膜系统已经被损伤了，至少要更换3层过滤膜。醋酸稀释液的浓度配比是多少？滤膜我能买到吗？浓度控制在5%以内，冲洗时间不超过12小时。滤膜的话，我认省城一家供应商，连夜发货，明天下午能到。但你得先停产1天，把系统里的污染水全部排空，然后用清水冲洗3遍，再灌入醋酸稀释液浸泡管道。停产1天，损失我认，只要能保住系统。林野，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对方投的这种化学制剂不是随手买的，这是专门针对循环水养殖系统的配方，针对性很强。你得罪的不是一般人。我大概猜得到是谁。周教授，滤膜的事儿拜托您了。好，你那边处理完了给我回个信儿。对了，金鳞龙鱼那批幼鱼先移到临时周转池里，让他们接触污染水。郑大鹏，除了他，我想不到第二个人。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上来就动我的循环系统，这是想直接断我的根。你有什么打算？他动了我的渔场，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但我不会像他一样偷偷摸摸，我要让他知道，动我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找郑大鹏。林老板，稀客稀客，进来坐。郑总，我就不绕弯子了。前天晚上，有人往我渔场的循环水系统里投了化学试剂，差点毁掉我整片养殖区。哦，还有这种事儿？那林老板应该报警啊！来我这里做什么？郑总，你做你的生意，我做我的生意，市场那么大，咱们各凭本事吃饭。但你让人动我的渔场，这就越界了。今天我上门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林老板，你说有人动你的渔场，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的话，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吧？这是我安排人在现场拍的照片，围栏缺口剪断的痕迹，地面的脚印，排水管道接口处残留的化学制剂样本，我都已经交给警察了。警察立案需要时间，但我不急，我等着。林老板，我跟你无冤无仇，怎么会做那种事呢？你可能是误会了。这样吧，既然你渔场出了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咱们都是做生意的，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好事，但前提是别碰我的东西。这小子有点意思。郑总，林野今天下午确实去过刑警队，我托人打听了一下，他提交了围栏缺口照片、地面脚印照片和化学试剂残留样本。郑总，那2个人已经安排到外地去了，短时间内不会回来，警察查不到他们头上。这小子比我想象的硬，他今天上门来那番话是来敲打我的。要不要再搞一次？这次弄大点，让他知道厉害。不行，现在他刚立了案，盯着的人多，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等他放松警惕了，再找机会。郑总，我听说林野跟海里的海洋生物确实有某种联系，
上次他在海上跟裘海龙斗的时候，据说虎鲸和海豚都帮了他。如果传闻是真的，咱们在海上动他，恐怕不太好办。在海上动不了他，就在陆地上动。他那海上乐园不是越做越大吗？游客越多，出事儿的概率就越大。找个机会，让他的游客出一场意外。林老板放心，今天的游客分成了3组下水，每组配备2名教练，水深不会超过8米，全程护航，安全绳、备用氧气瓶、水面瞭望员全都到位了。好，游客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宁可少赚，不能出事。第一批游客已经准备下水了，那几家旅行社的领队也在船上看着，他们挺满意咱们的安全措施。叶哥，那条船疯了，它往游客那边冲过去了。油门线，油门线在哪儿？油门线怎么松了？叶哥，你吓死我了！你居然徒手去扯油门线，你不要命了？不扯油门线，那船就撞上游客了。那个开船的人呢？抓住了没有？大壮，那条快艇的人要跑！想跑？想跑？问过我海豚小姐没有？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开快艇往游客群里冲的？我就是开快艇兜风的，没注意那边有人，你们凭什么抓我？兜风？你时速快40节了，往浅水区冲，你告诉我你没注意？你刚才打电话了，打给谁的？是不是郑大鹏？喂，刑警队吗？我是林野，海上乐园发生了一起蓄意冲撞游客事件，嫌疑人已被控制，请派人过来处理。对，就在现场。海豚小姐，谢了。我看到他那船冲过来就知道不对劲，这种人就该让他尝尝海水的滋味。我已经在跟旅行社沟通了，你放心，这边我来处理。郑大鹏，这次你玩大了。你说你是兜风没注意，但技术鉴定结果显示，你那条船的油门拉线是被人为从固定卡扣中扯脱的，不是自然断裂。我不知道，可能是船老化了。船老化？那艘快艇是去年才出厂的，登记在你名下才3个月，而且我们查访过了，在你出事之前找过郑大鹏。我再说一遍，你驾驶快艇高速冲向正在进行潜水活动的游客区域，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郑大鹏的助手找到我的，说事成之后给我5万块钱，让我开快艇往那片海域冲，不用真的撞到人。你以前还给郑大鹏做过什么事儿？还有前几天往林野渔场循环水系统里倒化学试剂的事儿，也是我们干的。把他带下去，做详细笔录。郑总，刚收到消息，老六被抓了，在刑警队里全交代了，包括往渔场投药的事儿，也包括今天开快艇冲撞的事儿。刑警队那边已经正式立案，开始往咱们这边查了。郑总，要不要找人去刑警队那边运作一下，花点钱把案子压下来？压不住了。老六把什么都说了，
证据链对得上，现在去运作反而把自己搭进去。那您的意思是？你明天去一趟刑警队，代表我主动说明情况，就说我对此事完全不知情，是底下的人自作主张。是。林野那小子，我小看他了。听说了吗？郑大鹏那个助手今天去刑警队自首了，把投药和开快艇的事儿都扛了下来，说全是自己自作主张，郑大鹏不知情。汽车保帅，郑大鹏这只狐狸舍得断胳膊。那郑大鹏自己就没事了？那倒不至于，虽然他把助手推出来顶了罪，但他那个滨海度假村项目出了这种事。他做不起来是他自己的事儿，但他在海上动我的游客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一笔带过了。我要让他知道，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人，代价不只是钱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做？他的度假村不是还没开业吗？我准备跟县里提议，把海上乐园的观光航线延伸到他那片海域北侧。他做不了的事，我来做。你这是要把他那片海也接手过来？他不配去开发那片海。郑总，材料款已经拖欠2个月了，工人们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您说今天给准信儿的，现在到底怎么个说法？度假村项目暂时搁置了，你们的钱下个月再结。下个月？郑总，工人们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您说下个月要是还没有呢？我说下个月就下个月，你要是等不了，可以去找别的活干。林野，这次你赢了。但生意场上的事，输赢是常事，你最好一直这么顺下去，别让我抓到机会。兄弟姐妹们，咱们渔场今年综合营收突破2000万了！今天是庆功宴，野哥说了，全场随便吃随便喝。另外，这个月所有人的奖金翻倍！大家辛苦了，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林野渔场。林老板，我这辈子跟过7、8个老板，你是我见过最厚道的一个，跟着你干，心里踏实。老张叔，咱们还得继续加油。渔场的路还长，咱们一起把这片海经营好。2000万了。当初你在海边跟我说建渔场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能有今天。那会儿你也没嫌弃我，还说要回娘家拿钱帮我。那都多久的事儿了，还提他干嘛？林野，恭喜你，2000万只是开始，下一个目标5000万。有莫姐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2000万，主人太厉害了！我大黄这辈子跟着主人，值了。又在写计划，渔场和海上乐园都已经这么大了，你还不满意？不是不满意，是觉得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你看，咱们的生态养殖模式虽然做起来了，但技术推广还不够。免费推广？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和系统设计图纸，材料费他们自己出就行。这样1年下来，整个沿海一带的养殖水平都能往上走一截。咱们的渔场做大了，也得拉大家一把。你变了，以前你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报仇，现在你是为了把这片海变得更好。可能是被那些朋友带的吧，虎鲸、海豚、海龟、乌贼，他们帮了我那么多，我要保护好这片海。这片海养大了我，给了我一切，我得把它传下去，给下一辈人，也给那些海里的小家伙们。郑大鹏那个混蛋！郑大鹏的动作比我们想得快，他不仅抓了海豚，还抓了2条幼年虎鲸。我托人打听过了，他花了大价钱买通了几条远洋捕捞船的船主，
专门在夜间作业，专挑海豚和幼鲸下手。他这是疯了！那些海豚和虎鲸都是群居动物，被强行拆散族群，养在动物馆的池子里也活不长的。野哥，咱们不能看着他这么干，得想个办法阻止他。他的捕捞船我再熟悉不过了，那都是这片海上用的船型。他要抓海豚和虎鲸，用的肯定是大型围网和声呐驱赶设备。只要把他的船弄出故障，他的计划就泡汤了。你是说，在海上直接动手？